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夜色如同一张厚重的幕布，悄无声息地笼罩了整座医院。空旷的走廊里，昏黄的灯光像是被沉默压得透不过气来，微弱的光斑在白色瓷砖上拖出冗长的阴影。偶尔有几声脚步声回荡在走廊尽头，但它们很快又被回音吞噬，剩下的只是静谧与压抑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和旧建筑的腐朽气息，透着一种让人心里发毛的不安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医院的外墙已经斑驳，岁月的痕迹在窗框和门板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。尽管它是城市中的一所知名医院，但这里的气氛和外面喧嚣的世界完全不同。白天时，人们忙碌而充实的步伐，这里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生气，唯有在深夜才会显现出他独特的沉默。护士小丽刚刚结束了她的入职培训，第一次站上了夜班的岗位。她用手指轻轻擦过胸口的胸牌，感受到那股初入职场的紧张感和不安，仿佛胸口的徽章正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她环顾四周，病房区的门一个个紧闭着，而走廊的尽头消失在无尽的黑暗里，仿佛通向另一个世界。今晚会没事的，只是工作吗？小丽默默对自己说。她试图安抚内心的恐惧，心中却始终挥之不去一股不安的预感。她拖着疲惫的步伐走进了病房，空气更显得沉重，仿佛整个楼层都在窒息。她轻轻地推开病房门，病床上躺着几个病人，安静的呼吸声在夜深人静时格外清晰。尽管如此，这一切的安静和正常反倒让小丽感觉到一种深沉的压迫。在病房里巡视时，光线显得格外昏暗，投射在地板上的是一片大片不规则的影子，像是某种无形的怪物悄悄游走。走廊尽头的窗户只留下一道微弱的光线，昏黄的光线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，仿佛有一股冰冷的风在她背后蠢蠢欲动。小丽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，她继续沿着走廊巡查，低头快速记录下病人的基本情况。在走到一间病房门前时，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声音，那声音像是有人在轻轻敲打墙壁。他停下脚步，转过头去，视线扫过空荡荡的走廊，一定是风，他安慰自己。然而心里的不安依旧没有消失，他加快了脚步，继续前行。每走一步，他的心跳便微微加速，仿佛有某种东西在注视他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细微的声响，像是有人轻轻地走动，步伐匆忙却带着一种无声的压迫感。他回头一看，走廊空无一人，那声音依旧在他耳边回荡，仿佛紧随其后。他的背脊瞬间冰冷，心头一紧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伐。小丽心里涌上一股莫名的恐惧感，仿佛这座医院已经不再是她熟悉的地方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陌生又危险。她越走越快，脚步声与她的心跳越来越重叠，逐渐成为她意识中的一部分。她的双手开始微微颤抖，尽管她竭力控制自己，但内心的恐惧与紧张感却像洪水般无孔不入。她把手按在自己的心口上，强迫自己深呼吸。每一次吸气时，她都能感觉到胸腔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，似乎有某种无形的东西正在吞噬她的平静。她站定了片刻，低头看着手中的工作清单，勉强平复自己的情绪。虽然她尽力保持冷静，但每一秒钟的等待都像是一场心理上的折磨，仿佛背后有双眼睛始终注视着她的每一个动作。只是新环境而已，还是可以适应的。她不断重复着这句话，想让自己安心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那个在她耳边轻轻回响的脚步声始终未曾消失，反而越来越清晰，仿佛真的有个人正在悄悄跟随她。她猛然停住脚步，回头一看，空旷的走廊依旧静得可怕，唯有那微弱的灯光在黑暗中投下不安的阴影。小丽心中的不安愈加深重，那个看不见的存在越来越真实，仿佛随时会从黑暗中跳出来，将她吞噬。她感到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在紧绷着，眼前的走廊仿佛变得漫长无比，而她却始终无法跨出这一步。别害怕，别害怕，她低声自语，却连自己都不相信这话。她试图让自己的呼吸平稳，却发现自己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压得喘不过气来。突然，
一阵强烈的寒意从脚底涌起，直冲他的脊背。他惊恐地转身，耳边响起了那熟悉的空旷走廊中回荡的脚步声。他看着自己影像在地面上拉得很长很长，那个影像背后似乎站着什么东西，渐渐逼近。接下来的几个夜晚，小丽几乎没有再遇到什么异常。她开始以为自己只是过于紧张，毕竟作为新护士，第一天的夜班总是难免会让人心情不安，神经紧绷。她逐渐开始习惯夜班的节奏，巡视病房，检查病人的情况。尽管医院的气氛依旧压抑，夜间的安静也时常让她感觉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孤寂，但她还是努力告诉自己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能适应。然而在第4个夜班的晚上，情况发生了变化。这一次，小丽站在走廊尽头的急诊室前，刚刚检查完一名病人的病历，她正准备转身，突然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了一些微小的动静。走廊的远端似乎有个黑色的影子轻轻晃动，仿佛某种东西在阴影中飘荡。她心跳骤然加速，那种感觉就像是黑暗中的幽灵，悄无声息地飘过，却又让她忍不住想要追寻。她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，不可能，刚才一定是眼花了。但她的脚步却不由自主地朝着那个方向迈进。走廊两侧的病房门紧闭着，寂静的环境让她的每一步都显得格外沉重。她走得越来越慢，心跳的声音几乎盖过了脚步声。那个影子仿佛也在等着她接近，逐渐变得更加清晰。就在她踏上最后一块瓷砖时，黑影突然停住了，像是察觉到她的接近。小丽猛地停下脚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。走廊深处的黑影愣是没有动，它仿佛只是一个轮廓，不真实，却又明显存在，像是黑暗本身的化身。她的呼吸不由得急促起来。那一瞬间，她分明感受到一种刺骨的寒气从脚底蔓延到全身，浑身的毛发都竖立起来。她心中不断告诉自己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但是她的双腿却像是灌了铅一样，根本无法迈出一步。黑影的轮廓似乎渐渐变得模糊，仿佛融进了黑暗中，又像是有意隐藏在阴影里。它没有形状，也没有表情，单纯的黑色让人无法辨认出任何细节。小丽鼓起勇气，开始朝那片黑暗走去。每走一步，她的心跳声都愈加响亮，几乎可以听见自己剧烈跳动的心脏。冷静，冷静，她不断告诉自己。当她距离黑影约有几米远时，突然黑影动了，它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，几乎是漂浮着，从病房门口的阴影中划过。那一瞬间，光线在它周围急剧变化，仿佛被某种强大的力量吸引，失去了常规的稳定性。走廊的光线被吞噬，黑影愈发浓重，仿佛无尽的夜色凝结成了一团漆黑的雾霾。喂！小丽不禁轻声叫道，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。然而黑影并没有回应，它只是无声地滑动着，仿佛没有任何意识或情感，只是一个存在于黑暗中的幽灵。就在小丽再一次想要走近它时，突然黑影停了下来，它慢慢转过头，给了她一个空洞的背影。那个瞬间，小丽感觉自己的视线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住了，那背影似乎在无声地注视着她，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和绝望。她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抓住，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而沉重。小丽的脑海里乱成一团，她的每一根神经都在尖叫，离开这里，快离开。然而她的身体却不听使唤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牢牢控制住了。她试图回过头去，然而每一次眼神离开黑影，她就会悄无声息地靠近几步。她的脚步不再听从命令，仿佛不自觉地朝着那团黑暗靠拢。你是谁？你想做什么？小丽喃喃自语，声音颤抖而虚弱，她几乎无法呼吸，空气变得稀薄，仿佛黑影吞噬了她的所有存在感，只剩下无尽的黑暗在压迫她。她的视野变得模糊，心脏在胸腔中剧烈跳动，仿佛要从胸膛里冲出来。你走不掉的。小丽终于低声自语，声音中带着一种无力的绝望。这就是你注定要面对的，对吧？突然，她的脚步停了下来，黑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走廊再一次归于寂静。
他的双腿如同灌了铅般沉重，站在原地无法动弹。小丽站在走廊中，盯着空无一人的深处。刚刚的那一瞬，她意识到黑影并不是突然出现的，而是一直在注视她。她急忙回到病房，匆忙检查每个病人的情况，确保一切正常，想用忙碌去驱散心中的恐惧。但无论她做什么，那股压迫感依然如影随形，仿佛每一根毛发，每一寸皮肤都被一种无法逃脱的力量束缚。当他再次站在走廊时，那种无法言喻的压迫感仍然笼罩着他，仿佛他再也逃不出这座医院的魔掌。几天过去了，小丽的夜班依然如常，但那次与黑影的相遇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中。每晚，当他走过那个走廊时，心中都会升起一种无法忽视的焦虑，仿佛那个黑影在某个隐秘的角落里注视着他，等待他下一次的迷失。尽管白天他拼命告诉自己那只是幻觉，是他过度紧张的产物，但夜晚的医院，特别是那条幽暗的走廊，总能让他感到一种无处可逃的恐慌。每次经过那段走廊时，他的脚步都不由自主地放慢，心脏的跳动愈加急促。黑影的存在仿佛成了他无法逃避的噩梦，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在回应这场无声的挑战。他深知自己必须找到一个答案，不然这种恐惧会无休止地侵蚀他的理智。于是他决定不再回避，而是主动去追寻那个黑影的来源，去揭开医院中隐藏的秘密。晚上8点，他开始了自己的巡视。医院依旧昏暗，走廊的灯光因为年久失修而时不时闪烁，发出一种类似低语的声音，像是某种不明的存在在窥探他。小丽的手心开始微微出汗，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她告诉自己，今晚她一定要找到那个黑影的真相，无论多么可怕。走廊两旁的病房门紧闭，偶尔透过门缝传来一丝微弱的光，仿佛那些病房里的病人们也在这寂静的夜晚，随着她的每一步而屏住呼吸。她已经不再盯着黑影的方向，而是专注于自己的目标，找到黑影的起源。走了大约10分钟，小丽来到了那条她曾经见过黑影的走廊尽头。她的脚步放得很轻，试图避免自己发出的任何声音。突然，一阵寒气袭来，让她打了个寒战。她猛地停下脚步，目光锁定在走廊尽头的窗户。窗外的光线暗淡无光，远处的城市灯光闪烁，但医院内却依然一片死寂。正当她准备继续前进时，耳边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。小丽的心脏猛地跳了几下，她立刻停住脚步，凝神细听。那脚步声不急不缓，似乎有意避开她的注意，又似乎与她的节奏保持一致，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牵引她。她的目光扫过走廊的每一个角落，忽然，在右侧的病房门口，她看见了一丝若隐若现的黑色影像。那是一个人形的轮廓，仿佛在黑暗中游走，不知是幻觉还是现实。小丽，你在干什么？她的同事王姐突然出现在她的背后，轻声询问道。小丽愣了一下，回过神来，看到王姐站在走廊的另一头，脸上挂着一丝困惑的表情。小丽立刻将心中的疑虑压下，笑了笑，没什么，只是在检查病房。王姐点点头，没有再多问。她看了一眼小丽，然后转身继续走向另一个方向。小丽的目光依旧停留在刚才那个黑影显现的位置，心中一阵忐忑，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吗？她轻声自语，但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告诉她，那不是幻觉，那个黑影的存在是确凿的。小丽决定继续追踪下去，她压下心中的不安，默默走向那个黑影的位置。就在她走到病房门口时，那个黑影再次显现了出来。这次小丽能清楚地看见黑影的轮廓，那是一个瘦长的人形，衣衫褴褛，似乎是某种深沉的黑色气流，缓慢地漂浮在空中。它没有脚步声，也没有任何气息，仿佛完全不存在于现实世界，只有在黑暗中才显现出它的身影。小丽停下脚步，心跳加速，她试图靠近，却发现自己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制住了，脚步像是被重重的枷锁锁住，无法再前进分毫。忽然，那黑影转过了身，直直地看向他。虽然没有面容，但那种目光仿佛穿透了他的灵魂，直抵他内心最深处。
小丽感到一阵寒意从脊背蔓延而上，几乎不敢直视那双眼睛，仿佛他能看穿她的一切。你是谁？她低声问道，声音在空旷的走廊中回荡，带着一丝颤抖。那黑影并没有直接回应，只是缓缓地朝她走来。小丽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，脚步不自觉地后退。就在她的身体本能地想要逃离时，黑影突然停住，仿佛在等待她的某个决定。某个夜晚，医院的气氛比平常更加沉闷。小丽走过急诊科的走廊，突然王姐出现在她的视线中，面色有些不对劲。王姐看到她后，脸色稍微缓和了些，但依然有些担忧地开口，小丽，最近你有些不太对劲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感觉累了？我看你脸色苍白，心情也不太好。小丽犹豫了一下，低声说，王姐，我最近总是看到一个黑影出现在医院的走廊里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惶恐。每次经过那个地方，我的心就跳得很快，那黑影就像是一直在跟着我。王姐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，她低下头，沉默了几秒钟，似乎在思考如何开口。最终她缓缓地说，你看到的可能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小丽愣住了，王姐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奇异的沉重感。她想要继续追问，却被王姐的眼神制止了。你知道这座医院的历史吗？王姐终于开口，语气中透露出一丝难言的痛苦。这座医院有些秘密，很多人选择视而不见。你会发现，越是夜晚越长，走廊越冷，黑影就越明显，而这背后有着我们无法控制的恐怖。小丽心中一震，王姐的突然转变让她感到不安，心中有个声音在警告她，你该停止了。但她依然强忍住内心的恐惧，继续问道，那些黑影，它们到底代表什么？王姐深深地看了小丽一眼，仿佛想要说些什么，却又犹豫了。她叹了口气，低声道，那是未曾安息的灵魂，他们有未了的心愿和无法释怀的痛苦，便以某种方式存在于这座医院中。她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，这座医院曾经有过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，很多人都知道，但没人敢提起。小丽的心跳又一次加速，突然感到一阵寒气从脊背蔓延上来。她问道，什么事件到底是什么？王姐看了她一眼，终于开口，很多年前，医院曾经接收过一名重病的少女，她在手术过程中死于非命。那时因为种种原因，医院一直没有公开处理这个事件，甚至有传言说她的死并非偶然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缓缓补充道，据说那时有一种古老的仪式，病人死后，他的灵魂便被困在这座医院，无法超生。小丽的心脏剧烈跳动，几乎要从胸腔中跳出来。你是说？她的声音哽咽，那黑影是那名少女的鬼魂？王姐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将目光转向了走廊尽头。她轻声说道，有时候亡魂会附身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或物品上，他们会成为病人或护士的陪伴。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感知，而有些人则会被他们选中。他顿了顿，你所看到的黑影可能并不是你眼中的幻象，它是真实存在的一个灵魂，而你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它锁定了。小丽感觉整个人仿佛被定在原地，心中一片混乱。她下意识地回望了走廊的另一端，那里仍然黑漆漆的，仿佛空无一物，但她知道那黑影依然潜伏在那里，等待着她的到来。小丽，不要再追究了。王姐低声警告，有些事知道太多并不好，如果你不想成为他的目标，就尽量远离那些危险的地方。小丽点了点头，但她的内心却无法平静。黑影的出现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？医院里的这场黑暗是否真如王姐所说，早已注定？尽管王姐的劝告让小丽感到恐惧，但她的内心深处有个声音不断呼喊，要求她揭开真相。她决定，今晚她必须走到走廊的尽头，去面对那黑影背后隐藏的真相。于是晚上当她再次踏入走廊时，心情比往常更加沉重。她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然而走廊的冷气和黑暗却让她无法摆脱不安的情绪。她走到了那个黑影常出现的地方，
那里依然空无一人。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时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。他猛然回头，看到那黑影已经站在了他面前。这一次，黑影没有再保持静止，而是朝着他缓缓移动。小丽那低沉的声音从黑影的口中传出，仿佛带着某种悲怆的力量。他的心跳几乎要爆炸，整个人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控制住了，动弹不得。你是那个女孩的灵魂，他喃喃自语，声音颤抖，眼中充满了恐惧和疑问。黑影慢慢地弯下了身，轻声说，你终于明白了。随着这句话，黑影的轮廓开始变得模糊，渐渐消失在空气中。当小丽再一次睁开眼睛时，她发现自己仍然站在医院的走廊中，四周依旧一片黑暗。然而她的内心已经没有了恐惧，只有无尽的空虚和绝望。欢迎回来，王姐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冷冷地响起。小丽转过头，看到王姐的身影，她终于明白，自己一直被困在这座医院的循环中，无法自拔，而这一切早已是命运注定。